大家好，我是于姐，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做红葡萄酒和李子红酒的全部过程。提起来做红葡萄酒，我每年都做几百斤。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，做红葡萄酒在什么季节酿，室温多少度最合适。其实酿红葡萄酒最佳季节就在三伏天，室温25度至35度之间最合适。这个就是1个月前我用100斤的李子酿的红酒。现在呢已经酿好了，差不多有70斤差不多。从外观上来看，黑不溜秋的。其实呢，我们这个酒啊是非常的红亮。接下来我又来给大家还原一下做红酒的整个过程。酿葡萄酒最好选用这样花紫花黑，上面有一层白霜的葡萄来酿，它可以一次性发酵到位，酿出来的葡萄酒颜色红亮，味道浓香。首先呢，把买回来的葡萄放在流水上面冲洗，这样呢能冲洗掉里面的杂质还有小虫子。千万不要用抹布或者小刷子把上面这一层白霜给刷掉了，因为这个白霜呢是天然的酵母，它可以帮助后期的发酵。酿葡萄酒失不失败和洗有很大的关系。有的人喜欢把葡萄摘掉一粒一粒的洗，那样洗的话80%都会失败。第一个失败的原因呢，就是一粒一粒的洗，它容易摩擦，把上面的一层呢天然的酵母菌给它洗掉，直接影响后期的发酵。第二个呢，一粒粒摘掉洗呢，把子那个地方呢有破损，在洗的时候呢容易溅生水。洗好了以后，不管你怎样晾晒，上面的水分呢就是晾不干，所以呢能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。葡萄用流水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，给它晾干表面的水分，而不是晒干表面的水分哦。用太阳晒做出来的葡萄酒是酸的，而且呢还会导致2次发酵，直接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哦。我们用李子做酒也是一样的，李子给它放在清水中，用盐水给它清洗干净，然后给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，给它晾干表面的水分。葡萄表面的水分现在已经晾干了，用手一把抓几个，用力一捏，把每个葡萄能捏开口就可以了。给它放入我们提前消过毒的玻璃罐里面。葡萄捏完了以后，按10斤的葡萄加2斤的冰糖，按此推算。假如说葡萄要是偏酸，可以多加一点，加个2斤半至3斤也是可以的。冰糖加完了以后，不要马上给它翻拌均匀，只要把冰糖给压一压，铺平在上面，这样呢酒容易出来，冰糖呢也容易化。你要是给它翻拌均匀以后呢，冰糖就会沉底，那样呢冰糖也不容易化。就给它铺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当天呢给它翻拌个2-3次，冰糖就会化掉了。划分2路，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做李子红酒。因为李子太硬，捏不动怎么办呢？来看看我下面的操作。李子晾干水分之后，我们准备一个锋利的小刀，这个刀一定要用酒精给它消一下毒。我们所用的工具全部都要用开水煮，或者是用酒精消毒。然后就像这样给它打上一个十字花刀，就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打好花刀之后，放入一个干净消过毒的盆子里面。盆子里面李子是10斤，再加上2斤的白糖，然后呢给它搅拌均匀。白糖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给它倒入缸里面，也可以直接给它倒入缸里面，不加白糖。然后呢加上1层的白糖，像这样1层李子1层白糖。加完了以后，我们再次给它搅拌均匀，这样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做李子酒，这个缸啊不要加得太满，太满到发酵的时候容易溢出来。就像这样，大约就是8-9成满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也不要加果酒发酵剂，然后上面盖上一张保鲜膜，防止小飞虫进来。然后加一个重物，等白糖融化以后，我们再进行下一步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干净无油无生水的大碗，在里面加上适量的开水，我们给它冷到大约35度左右。然后我们再准备专门做果酒的酵母，就这个牌子的用的是最放心。然后我们给它加在温水中，加好之后我们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融化，像这样里面没有颗粒感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
白糖已经加上过了1个晚上了，现在打开盖子让大家看一下白糖融化了没有。酒曲酵母水给它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给它浇1大半到这个里面，然后用手给它搅拌均匀。因为我们这一袋啊可以做100斤，我们不能一次给它做完，我们总共才100斤，留一小部分呢，等一会儿到那个坛子里面，也像这个一样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果酒发酵剂给它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同样的给它上面盖上保鲜膜，然后盖住盖子，早晚各给它搅拌1次。现在已经是第3天的早上了，打开盖子让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再舀一点点的让大家看一下，水已经变红色了，让大家看一下，酒水特别的多。我现在来教大家怎么按压，就像这样，把它按压下去。把上面给它按在下面，像这样把这个上面的色素全部都给它压下去，让它色素融到酒里面，像这样都是正确的。不要这样呼啦呼啦的搅，像这样呼啦呼啦的搅，这个果肉啊它就会搅烂，就会变成果泥，导致这个酒啊特别的浑浊。就像这可以了，每天早上和晚上我来给它按压1次，因为发酵的时间啊大约就是8至10天，做红葡萄酒和这个流程是一样的哈。这个呢就是第10天的样子，我们再次给它按压按压，这个色素啊基本上都稀释完了，都稀释在酒里面了。你稍微往下一按，这个皮啊就有一点感觉，就好像往下沉的感觉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时间不能太长了，时间太长了它就变成酒泥了，全部沉在下面了。然后给它盖住盖子，以后也不用再搅拌了。再次给它静置个10天8天，然后就可以把里面的果肉和果皮捞出了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容器，这容器必须要提前用凉水烧开，然后给它消毒，然后放上一个蜜漏或者是纱布也可以，然后再把上面的给它捞出。沥下来的是酒，沥不下来的是水，千万不要这样按压，按压里面的就是水分了。所有的料渣捞出以后，像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酒是非常的浑浊，然后重新给它倒回缸去。倒回缸去以后，我们这一次我们要给它分紧，然后给它静止个10天左右。这个时候我们的红葡萄酒也已经酿好了。从哪里可以判断我们的红葡萄酒已经酿好了呢？第一个，从玻璃外面观察，没有气泡往上窜。第二个，下面沉淀的有酒泥，也就是说葡萄肉已经变成酒泥了，沉淀在下面。上面飘浮的葡萄皮呢，用消果毒的工具把里面的酒呢给它过滤掉。红酒全部过滤完以后，给它放入玻璃瓶里面，静放个10天8天。等它变轻以后，给它倒入一个可以封闭口的一个容器里面。您喝的时候给它拿出来一壶，也特别的方便，封闭呢也特别的紧实。这是100斤的李子酿的葡萄酒，出酒率更高。这一瓶呢是装40斤，2瓶呢差不多有70斤差不多。这个酒呢，你别看它黑不溜秋的，其实呢是非常的红亮。我打个灯让大家看一下，又红又亮又清澈，酒精度比买的葡萄酒稍微大一点点，喝起来特别的香甜。每天晚上喝上一点，胃暖暖的，特别的舒服，可以帮助睡眠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。我们下期再见啦。